王爷，这是锦绣第一次向王爷投怀送抱的时刻。原本对于王爷的情谊，他一直是拒绝的。就算王爷封自己为侧夫人，给自己指派最好的侍卫，甚至把象征女主人权势的东桂楼赐给他，锦绣也丝毫不为所动，因为在他的心里，一直只有跪在地上的这位三公子。可王爷似乎察觉出了异样，注意自己的身份。随后，锦绣在侍卫的陪同下来到了新住处。从此，他从伺候人的小小舞姬，摇身一变成了被人伺候的主子，身份也因此变得显贵。可锦绣却没有一丝喜悦，反而还愁容满面，因为他最爱的姐姐为了成全他和三公子，只留下一封信件离开了紫园。奈何天意弄人，锦绣终究和三公子只是有缘无分。然而他万万没想到，王爷其实早就知道他的小心思，还借着棋局告诉锦绣，每走一步都是退不回去，走之后就得认命。话里话外就是要锦绣臣服自己，然后拉着他朝床榻走去。本想做点什么，锦绣却退缩了。怎么，身子又不方便？为了缓解尴尬，王爷便把注意力转到了锦绣的衣服上，称她的衣服颜色太素，应该穿些配得上她眼睛的衣服。此刻锦绣还是很低调的，表示连夫人才是正主，她不敢张扬。可王爷的话却让锦绣受宠若惊。从今天起，你想穿什么就穿什么，没人敢说半个不字。虽然此刻气氛有点暧昧，但王爷并没有强人所难，他还是不舍得让锦绣退了下去，因为他相信锦绣总有一天会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。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耐心等待，可随着锦绣意外露出的紫色手镯，才让王爷改变了策略。因为他一眼便认出这是儿子司马懿。王爷明确告诉锦绣，他的等待是徒劳的，而真相更是丑陋，称他若是不信，可以去大牢向袁飞白求证。你到底是爱我还是爱我姐姐？面对锦绣的质问，袁飞白愣住了，因为锦绣到此刻都还不知，他爱的人其实是自己的双胞胎哥哥司马爵。由于司马爵暗宫公主的身份不能公开，所以对外没有人知道袁飞白还有一个双胞胎哥哥。而司马爵已经不再奢望这份感情，袁飞白也只有选择成全，坦言自己一生只爱花木槿一人，如此决绝，只想让锦绣彻底死了这口气。得到答案，锦绣痛心地做出了选择，为了成全姐姐，她私自放走了被关在大牢的袁飞白。我要柳延生的人头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这个变态的管家终于迎来被终结的时刻。只见花家姐妹齐心协力，向柳延生发起攻击，势必要让这个坏蛋交代在这里。在姐妹二人的强强联手下，柳延生被打得节节败退。就在众人喘息之时，他竟狠狠地朝花家姐妹扔出暗器，幸亏被二哥宋明磊及时挡下。紧接着，他又展示出随身准备的剧毒，可还没来得及实施，就被宋明磊一手劈碎，剧毒也随之摔了个稀碎。最终，柳延生自食恶果，失去了抵抗力。花木槿见状，立刻抓住机会向柳延生刺去。这一刻，他终于替妹妹报了仇。姐兄，噩梦都结束了，一切我重新开始。锦绣受了这么久的折磨和痛苦，终于在此刻可以放下。然而花家姐妹这复仇的机会，却是因为南国胡勇入侵紫园。由于紫园出了奸细，大部分人都中了迷药不省人事。偏偏此刻侯爷和三公子在外忙于战事，所以府里的人根本抵挡不住胡勇的军队。一时间紫园上下乱作一团。为了保护木槿，三公子的奶娘将众人推出门外，然后用自己单薄的身躯死死挡住西风院的大门，只为给花木槿等人争取逃生的时间。看着鲜红的血液从门缝流出，花木槿等人虽然痛心不已，但却不能辜负三娘的牺牲，于是只能先逃离这个是非之地。还好汇合了锦绣和宋明磊，随即一行人逃往后山的避难之所。本以为躲起来大家都能逃过一劫，怎料胡勇等人却苦苦相逼，不仅大肆搜山，还扬言要活捉二小姐。因此这也给了柳延生一次光明正大谋害花家姐妹的机会。他提议由花家姐妹中出一人，假扮袁飞烟引开胡勇的军队。然而大敌当前，花家姐妹也没有选择的余地。花木槿也不愿意为了自身而牺牲山上的所有人，但他在答应假扮二小姐之前，提出了一个唯一的要求，那就是要柳延生的人头。二小姐深知柳延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能后退默认他们的行动，这便有了开头的一幕。了结心愿后，花木槿便假扮二小姐，带着数名护卫下山引敌，而真正的二小姐却在宋明磊的保护下走了另一条山路，谁知还是没有逃脱敌军的追捕。锦绣见此情形，当机立断让宋明磊带着二小姐先走，而他自己却留下断后。就这样，二小姐在大家的保护下被宋明磊带到了安全的地方。放下二小姐后，宋明磊当即又要去支援花木槿。不要回去，花木槿可能已经死了。可此刻的锦绣就惨了，她虽武功高强，但终究因为势单力薄受了重伤。可她依旧拼尽全力，将最后一名敌军斩杀。木槿，我来找你。与此同时，花木槿在众人的保护下，独自逃到了一个没人的地方。就在她伤怀时，一阵马蹄声将她拉回现实。花木槿立刻拔剑打算迎敌，仔细一看，才发现来人是二哥宋明磊。瞬间，花木槿放松了紧绷的神经，随着二哥一起逃出深山。怎料才刚一出山，敌军的弓箭手便紧随其后。宋明磊也因躲避不及，中了数箭，双双摔下马。他自知此次凶多吉少，于是抓住机会向木槿表白心意。可话未说完，弓箭手再次袭来。宋明磊为了保护花木槿，最终身中数箭，摔下悬崖。而花木槿却落到了段世子的手里。待袁飞白赶回之时，紫园却只剩下一片狼藉。由于没有看到花木槿的身影，向来沉稳内敛的他，把所有的愤怒都发泄在俘虏的身上。紫园发生的一切让袁飞白悲痛愧疚，他怪自己没有早点赶回来。就在两人伤心欲绝时，突然一个飞镖定在了西风院的门上。
袁飞白打开信件一看，原来是心上人在对方手上。情急之下，他立刻赶往暗宫之内，才发现劫持花木槿之人正是当年害他坐了10几年轮椅的林凤卿。回到房间，锦绣一身素衣，褪去了华丽的头饰，本以为这次难逃王爷的责罚，怎料王爷不仅不怪他，还称痴情的人才会重情。面对王爷的宽容和关心，锦绣终于沦陷了。他主动抱住欲离开的王爷，虽没有说什么，但行动足以说明一切。王爷终于用他的柔情打动了锦绣。一夜过后，锦绣终于成了王爷的女人。看着熟睡的元清，将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，在这一刻也有了几分小女人的娇羞。真好啊，你笑起来真好看。怎料，属于2人的幸福生活才刚刚开始，连夫人便带着出生不久的儿子从娘家匆匆赶了回来。回到袁府的第一件事，她便是为难花锦绣。她怎么也没想到，一个自己看着长大的小女孩，有一天竟会和她争夫君。为了给花锦绣一个下马威，连夫人不仅让她跪地迎接，还要锦绣扶着抱孩子的她进门。本想趁机为难一番，哪知王爷却在一旁看得真切。我的小儿子就叫飞云吧，希望他像云朵一样洁白无瑕。